小丸美谷上碧露山，4天3夜的旅行，經歷了大雨中的建築之路，抵達了小丸美谷。隔天，被太陽曬乾的草地毛茸茸的，眺望着巨池連峰，被這夢幻的谷地吸引，決定多留1天。接下來，我們將前往碧露稜線紮營，看最美的日出霞光，體驗嚇破膽的碧露溜滑梯。站在中央山脈稜線之上，時間仿佛停留在最美的這一刻。第3天清晨，我們紮營在小丸美谷的高台上，這邊風好大好冷。偉哲準備好相機，捕捉太陽從雲海升起的瞬間。至於我，還窩在睡袋裡不能動彈。不用冒着寒風，就可以窩在帳篷裡看日出。今天終於解鎖了這個懶人成就。讓陽光把帳篷烘得暖暖的。現在我們要下去谷地看一個很酷的東西。一下來，突然覺得寒氣逼人，陽光曬不到的地方，溫差也太大了吧？哦，好冷，好冷！所以我剛剛不等你，不是我問題，是真的很冷。你看兩邊。哦。然後你的腳去碰，你腳上踢，有沒有？很脆的聲音有沒有？變硬了耶！真的。走，我們去玩建築球球。看到這顆，昨天就發現這裡圓圓的。你仔細看，它是建築哦。為什麼會有球狀建築呢？偉哲也說不上為什麼。問了 ChatGPT。才知道，可能是因為強風和霜凍的關係造成的。看着這些凍到結霜的草地，好險我們昨天沒有紮營在這裡，不然現在應該冷得很痛苦。加油，奔跑，來曬太陽。離開前不得不稱讚，這真是個好地方。雖然是在深山中的谷地，但很神奇的是訊號很好，連我每次在雪山沒訊號的遠傳電信，在這邊幾乎滿格，可以快樂地刷影片看動畫。不過還是要克制一下，不然之後沒電就慘了。接下來2天的行程，我們將爬上碧露山，在距離山頂不遠處的營地紮營。隔日一早，看完日出之後下山，走過8200道，回到原來的登山口。接下來的路一樣是茂密的建築，葉子上夾雜着大量沒有乾的雨水，我們就像兩棲類動物般穿梭在竹林中游泳。前頭啊！這裡，這邊是3029碧露南峰。還有超濕的，剛剛真的在游泳，就只這邊，對，全濕了，有蛙式。好，繼續游。
這2天在建築林中打滾，也漸漸地歸納出一些自己的心得。用雙手不斷把竹葉往兩邊撥開，很像在游蛙式，所以有人叫做游箭竹。上坡的時候還可以大膽地抓住它們，借由箭竹之力輕鬆往上。相反的，下坡也可以抓着箭竹 hold 住自己。箭竹雖然細細的，可是非常穩固。游泳。聽偉哲說，這種路線還算是清楚的。若是一些更荒涼的地方，箭竹會更密更難走，真是有點難以想象。你看這裡，好美的。不知不覺已經爬了很高了，晴空藍天之下，山谷的對面是奇萊和合歡山區。那边是小完美谷嗎？是嗎？看起來是哦。太好了。没錯，就遠處那個綠綠的。好，其實還蠻明顯的。哇，那邊。奇萊山北峰。那裡，那個是什麼？合歡山區。好，那裡也是合歡山。真的。如果。好像變開闊了。小心哦，路邊有刺刺葉。好。超市的薔薇，真是。那邊是營地，對不对？對。前方稜線上有2-3個小小的空地，是我們今天準備紮營的地方。再往上走一點點，就是碧露山了。平常日應該是沒人，我們就選了最大的空地。儘管位於稜線上，但四周密密的建築有避風效果，是個平坦舒適的營地。今天的行程輕鬆愉快，才中午就紮營完畢了。老實說，這2天不是躺着就是在吃東西，沒消耗到什麼體力，所以今天就不吃午餐，改吃個小點心吧。這是下午茶，白玉艾草麻薯，還有這個濃縮的紅豆湯，用熱開水加熱艾草麻薯，倒入濃縮的紅豆泥，攪拌一下，充滿日式風味的紅豆艾草麻薯完成了。外面下起的午後陣雨，滴滴答答聲就像是白噪音一般，躲在睡袋裡，不小心又睡着了。雨停了，睡眼惺忪的爬起來，炒個蔬菜當做午晚餐吃。這個小炒鍋是我新買的，但其實我不太會炒菜，現在很緊張，有點手忙腳亂。
炒好的蔬菜加入香料粉，淋在熱乎乎的白飯上。最後來個畫龍點睛，撒上糖心子辣椒絲。第一次露營炒菜成功了。吃完飯，收拾一下，準備上去看日落了。我們現在要去碧露山上面山頂，看有沒有日落可以看。小心旁邊哦。好，現在是起大霧，不過應該沒有很厚啦。距離山頂只有不到10分鐘的路程，前方就是岔路口了。嘿，來了！1.6公里處，1.6公里到8200道。哦，明天我们是要從那邊回去的。对对对，你看，才1.6公里下去，然後再走8.4公里。從雪山登山口到七卡山莊也是2公里。對啊，比那個還短。嗯，但落差很多，落差好像700吧，700-800。有這種神秘的路。嗯，很陡，你看對不對？下去啊。這裡是。然後等下200公尺到碧露山。哦。你現在不要撞到哦。啊。爬上稜線的開闊處，看向西邊雲海堆疊的落日。可惜我們來晚了一步。哇，太陽下去了，可惜太陽在那邊。哦。哇，全開哎。哎，好可惜哦。真的。還是我們這邊等一下，看它會不會出來。會啊，沒有，它下去。哦。已經在那個下面了。那我們可以在這邊等。好。你看這邊。好。哦，所以上面那邊就是碧露山嗎？啊，那要小心爬山了，小心哦。儘管錯過了落日，但偉哲看起來還是很興奮，神神秘秘地說：“趕快上去看另一邊的反霞光。”聽起來很厲害，就讓我來見識一下吧。往反方向看去，很像有另一個發光體，柔和的藍紫色呈現發散狀，這就是反霞光啊！搭配着輕飄飄的雲霧，真的好美。再往回走一點，來欣賞西邊的正霞光。滾滾的雲海染上落日的橘紅，和反霞光的溫柔比起來，正霞光就是用壯觀來形容了。凌晨3點半。海拔3300公尺的營地真的好冷，為了趕着看日出，吃飽飯趕快打包行李。一出帳篷，遠方的天空已經有點橘紅了，忍着寒風刺骨，死命的收帳篷。儘管沒有下雨，但是嚴重反潮，最後我們得到了一個又濕又髒的帳布。這個是小動物的爪印，應該是昨天有黃鼠狼來取暖了，超可愛的。好。我也覺得好冷啊。
你看後面雪山欸，那邊桃山，然後品田、雪山北峰、雪山主峰、油婆灣大小劍、反霞光。有，我有看到反霞光。合歡山、奇萊山主峰北峰。那裡。哇，今天太平洋超清晰。对。然後可以看得到正霞光。南湖中央街。畫面快轉，發現天空一直在移動，呈現發射狀旋轉的正霞光，以及在雲層中緩緩上升的太陽。對我們來說的人生美景，或許對中央山脈來說，只是普通的日常。尾着的相機快門聲停不下來，四面八方都是美麗的瞬間，很貪心的幻想自己是一隻貓頭鷹，腦袋可以360度旋轉，真的太美了，人生可以這麼幸福嗎？不好搞，這碧露山也沒手感，所以就太陡了吧。好了，好，謝謝。來到回程的下坡路，中橫4臘之一碧露山，海拔3371，1.6公里的距離就要下降800公尺，真的很陡，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。畫面上看到的都是相對平緩的路，真正陡的，為了我們的生命安全，相機還是乖乖收好吧。重頭戲就是這個目測大約3層樓，幾乎是90度的垂直峭壁。很意外的是，下的反而很順利，一切都要歸功於這堅固的繩索，還有模型釘。聽到溪水的聲音，我們已經成功下山了。接下來就要繞過長長的8200道，回到登山口。哇！繞過很多溪溝，跨過很多倒木，默默覺得這裡的地形也是脆弱的。若是遇到一點天然災害，很容易就崩掉了。我觉得你走起來好輕鬆哦，竹節蟲的腳真的不是騙人的。好高哦！超高的。最後就用這台復古的擋車作為結尾，揮手道別吧。終於結束了，可以去洗澡了。好，走，去洗澡。下期預告：火紅的秋葉，圓潤的果實。11月初，我們來到了369營地旁，欣賞位於黑森林邊界，一整片火紅的軟大花丘。3天2夜的行程，貫徹本人慵懶登山的精神，吃飽睡飽，再去後院看看風景。陽光打在變色葉上，像漸層的油畫一般。走進森林小徑，
點綴的橘紅色，是秋天的氣息呀。